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又回来吃瓜啦，又有瓜可以吃啦。为什么最近这么多瓜？那各位也知道啊，就是匹配结果已经出炉了，960又要对上1093，这个是第几次了？我算一下啊，第一次就是960对上1365的时候，93是在960的那一方跟他们成为盟友。第二次就是他们成为敌人的第一次，93跟960战斗，并且那一个KVK 也是搞得沸沸扬扬，因为当时候2605就在这个 KVK 里面。第三次就是93又对上960，但是当时候960的国王也就是豹哥离开之后，跟2489在同一个阵营里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89 GT 对上93，这个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1960对上2377的时候，1093又成为960的盟友。第五次也就是960的上一场 KVK，我们又遇到1093了，并且1093又变成了960的敌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匹配就是第6次了，他们又碰面了，这个跟我之前所预期的差不多啦。那么对于这场 KVK 呢，据说它的那个匹配不是很合理啊。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是希望1093打所有人，你们觉得呢？这边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上一次 KVK 1093他们打败了5个王国，还有包括2个先锋王国，还有3个 A 王国。那这3个 A 王国的等级呢，就有点类似像1818或者是3213这样子。但是现在在大型的移民之后，他们迎接了一些很强大的玩家，所以这边他给出的总结就是2打2其实不公平的，那1打3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就讲这场 KVK 难道要变成种田的 KVK 吗？那当然这个地图上你们可以看到，除了960跟1093之外，还有包括1818 2293也在这个 KVK 里面，所以这场 KVK 如果真的可以打起来的话，应该是蛮精彩的。但是这一次的主角好像并不是成为960跟1093，反而是1818跟1093，因为现在960是已经没有分线了，你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一条线而已，而且他们也不是先锋王国了。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数据好了，可以看到1093他们只是一个王国而已，它的数据就已经超越了其他阵营很多。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阵营它的击杀也是很高的，因为有960在里面嘛，960只是一个王国就已经有 2.3 兆击杀了，但是93的击杀还是比他们更多，这个情况就有点像之前960这样子。但是要不要合作合不合理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这几个王国决定的。那这边可以看到有玩家就透露了一些截图，我不知道他的截图是哪里来的啦，因为一般来讲外交的截图呢都是不会透露出来的。他这边就讲到看起来960还有1818他们不是很高兴，而且他们只是想要1打3的简单 KV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截图讲了什么东西。那上面这个玩家应该是来自2293，有看到他是 SIP， 这个我们在游戏中也是可以确认啦， SIP 就是2293。那这边就问到960是不是你们害怕，然后960这边妈妈的回复就讲是啊，我们就是害怕你们这种强大的王国不清楚他们上面讲什么东西啊，但是他这边就讲到他是想要保证能赢，否则他们不会战斗，还有讲到他们双方的战力还有击杀很高，这边应该是跟 GT 的人讲吧，因为我看他这边的边框比较像是妈妈的头像。然后这个玩家不确定是来自哪里的，他就讲到如果不能的话他们就放弃这张地图重新匹配过。然后这边来自960的妈妈他也是讲了，是的，如果他们不能保证赢 KVK 的话，他们就不会战斗，所以他这边应该是跟这个人对话，我们也可以确认到960那边的看法是怎样的。这边来自93的玩家他也是有提供了一些数据，就是他们之前的 KVK 差距相差多少。虽然他们这边的外交截图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认到他们外交里面是确实吵起来了啦。那么这位玩家其实是来自1818的，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就是国王来的。那根据他这边的说明来看呢，他应该也是想
要1打3的，但是他们那边谈不妥嘛，所以最后他自己在投票的部分呢，他是选择了放弃。他们现在还在 KVK 里面的前置阶段，就讲投票不成功，不是每个王国都放弃参加这一次的 KVK， 所以他们还是得进行下去了，但那个还是要大家一起投票才可以实行了。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玩家发表了他们自己的感想，就觉得说为什么之前93战力劣势的时候，击杀也是劣势的时候他们肯打，但是在这一次的 KVK 假设说93他们跟2293合作的话，击杀是比较高，但是战力比较偏低啦。960跟1818他们的战力高，只是击杀比较偏低一点，为什么他们不肯这样子打？当然我们不是在这个地图里面的王国，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什么东西，人家是这样子决定，他们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如果真的是1打3的话，就意味着3阵营那边就有更多的玩家，更多的人是不可能可以打赢 KVK 的。然后后来同一个玩家他又把他们外交里面所讲的东西又放出来了他到底是谁的？为什么他会在外交圈里面？那这边就说到960跟1818他们退出了这一场 KVK， 因为他们的胜算没有像以往的 KVK 这么高。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截图里面讲了什么东西。那这个你们应该很熟悉啦，960的国王他就讲 Free for All 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如果你们觉得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想要结束这一次的外交谈判，不想要浪费时间跟精力，也不想因为最近的泄露事件在这里跟大家谈，他应该是讲有玩家把他们的对话放出去的意思啦。那这个就是1818的玩家，他就同意说没错，为了要讲960的一些东西而泄露这些消息是不好的。那最后 Cortex 这边就说到感谢大家的努力，地图变成这样子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也不想要这样子，这个也不是你们的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王国有获得最好的结果。对于960来讲，这意味着不参加这一次的 KVK， 因为他们认为 1v3 跟 2v2 都会导致一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处于劣势，完全没有办法获得胜利的局面，所以他觉得不管是 1v3 还是 2v2 都是不公平了。这边1818就讲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会强行进行一场他们会必输的比赛。说实话，他们都知道哪一方跟1093合作，他们就会保证赢这一场 KVK，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进行 2v2 的 KVK。 他必须要照顾他其他的成员们，他不想要让他的成员们花钱在一场注定会失败的 KVK。 他们也不会强迫1093进行 1v3 的 KVK， 因为这样子对他们来讲过于沉重。但是1818他们只想要赢而已。这一场 KVK 地图的情况有搞砸了他们，在等待的期间其实还考虑过如何让所有参加的王国都能顺利的进行。他们考虑过的一些方法就是要求各个王国不进行战斗，但是这个是愚蠢的，而且也很难去进行，而且对那些离开他们的玩家来讲啊也很不公平。或者是在第5区也就是关卡4开放的时候进行 1v1， 那些胜利的王国就可以跟其他的 A 王国前往皇庭，然后跟1093战斗，但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对他们来讲，即使处于比较低 KP 的情况，或者是战力跟击杀都有差异，都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你曾经跟先锋王国交过手的话，你就会知道1093拥有5兆的击杀，还有5个 A 王国拥有1兆的击杀，差别有多大了。因此如果1093和2293他们提出唯一的选择就是 2v2 的话，这边讲的是1818他们会拒绝。这个不是任何王国的错，是因为他们被放入了这一张地图里面。所以这边看到1818其实他们的想法也是很明确，就是1打3不公平，2打2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也是选择说哎算了，要不然就不打了。但是我也有看到一些玩家说是，那现在看到讨论区就有不少玩家嘲讽说960跟1818他们只是想要打简单的 KVK 啊，他们不敢打啊，还有表明说他就是不想要输给1093。那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是来自1818的玩家，他这边就讲到他们决定要开战了，但是他们会先选择跟960战斗，如果1093不阻止他们的话，他们之后就会跟2293决一死战。至于1093他们看都不要看一眼，就是讲他们是
已经无视了1093，只是想要他们这3个阵营互相打而已。但是2293会接受他们这样子的想法吗？我这边没有看到2293的回复啦。因为我说实话，假设说960跟1818他们这两边战斗的话，其实是合理的，他们的战力跟击杀都不会相差太远。但是如果是说2293的话，他们的击杀就差的有一点远了，甚至别说93不管是战力跟击杀都是相差非常远的。所以就讲为什么他们说只要谁跟93合作谁就可以赢了。那么这边我是看到了960已经发布了王国邮件，这个邮件的画面来源是来自 Blood 的影片，那各位有兴趣可以直接去看他的影片，因为他本人还在960啊，可能他收到的消息比我还更多。这边我就长话短说啦。那这边一开始 Cortex 就讲到他要宣布关于外交那边不是很好的消息给大家知道啦。那首先一开始他解释的就是讲，只要任何一个阵营没有跟1093合作，就是以2v2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一场 KVK 的话，谁就会输掉这一场 KVK。但是只要1093没有人跟他们合作，也就是1v3的情况下，那他们就不可能会胜利。所以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取消这一次的 KVK， 因为现在可以投票，但是因为93他们是有另外一个分线的，1093不想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取消这一次的 KVK， 但是960也不想要参加这种一边倒的 KVK， 也不是讲这一场 KVK 很难或者是对他们不利，双方都有不错的机会可以获胜，但是他们觉得说不管是 3v1 还是 2v2 也好，这张地图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的 KVK 就和之前2377 1v3 的地图一样的，不管 2v2 还是 1v3 都好，都是不公平的。对于2377来讲 1v3 是没有办法会获得胜利的，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盟友的话，也是会变成一场轻松的 KVK。 匹配不应该变成这样子，93不应该在他们的地图里面，这个不是他们想要参与的。但是因为2293还有1093他们坚持不要跳过这一场 KVK， 不要取消这个匹配结果，而是要求1093和2293合作来进行2v2的 KVK， 这样子显然是对于1818还有1960来讲是很不利的。当然大家可以讲这个数据怎么样啊，怎样分配会比较合理啊，但事实上就是在这张地图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阵营能够跟1093进行 1v1， 就以他们上一次的 KVK 作为例，水和土阵营的战力是等于1093的2倍，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打得败1093，所以他这边要表示的意思就是讲，战力不代表一切，战力高不代表你可以打赢对方，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不管怎样，除非近期 KVK 的地图里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啊，否则他们当然会像以往一样来战斗。但是这个糟糕的匹配结果让他们被逼到一个糟糕的境地，地图上所有的王国都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着想，他也不想要看到任何人对对方表示仇恨还是怎样，他们也会在这场 KVK 中寻找乐趣，并且战斗获得击杀。但是他们在这一场 KVK 中没有试图轻松获得胜利，或者是获得胜利的目标，所以在这一场 KVK 不会有任何的开销去购买水晶科技，所以你们想要怎样玩就怎样玩吧，就叫他的成员们自己开心就好。那下面他就有讲到，不管怎样，这个报名是他自己去点选报名的，所以他也是理解可能他的成员们对他有仇恨，有东西要抱怨啊，有什么不满可以跟他讲，但是他已经尽力了，也是让他们失望了。在这里他也是向960的玩家道歉。那根据他这边的对话，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个人感觉是啦，因为他已经很尽力的把960这个王国的战力还有击杀一直在往下掉了，他没有想到还是一样遇到1093，因为1093跟他们在同一个地图里面显然是不太公平了，就是两个王国的差距有点过高了。你们也可以看到93的数据然后960的数据相差多远了。然后最下面那一句呢，就是讲到因为他们不需要打 KVK 的关系啊，就是因为他们随便打嘛，所以如果谁想要拿皮肤要有那个内定的话，可以跟他联络之类 blah blah blah， 这是这些东西啊，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啦反正不管我们的事。那其实这封邮件说来也是讽刺啊，因为之前有某个主播说过啊，之后没有人想要跟960打，那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不是没有人想要跟960打，而是没有人想要跟1093打。之前大家总是会说哇960如果再继续强大下去啊，960不解散的话之后就没有对手，但是960一直以来还是会有对手啦，除了真的是之前有遇到一个很奇怪的 KVK， 就是960可以一个王国打所有王国，击杀是等于全部王国加起来还有更多那个离谱的匹配之外，反而像现在1093这样子的情况，他们战力又高，玩家的人数又多，击杀又很高，
高，才是更难找到匹配的敌人，想要跟他们打的敌人。当然我相信也是有不少玩家会指责说，哎呀960的问题啊，960现在搞特权啊，960就是想要简单的赢 KVK 啊。但是我只能讲现在960不是以前的960啊，这句话我强调过很多次。如果是以前的960，可能还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们数据少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打 KVK， 那我们就会去打，就算是2v2也是打。但如今现在的960变成了 A 王国，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他说一个 A 王国然后要跟这个这么强大的1093对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且管理层也不一样人了。只能说很可惜啊，原本我还很期待这场 KVK 可能会蛮好玩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看下来其实大家都不太想要去打这一场 KVK， 因为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1093的分数1818的分数还有960的分数不会到这么低，所以也只能说失望吧，我本来还是很期待的。那这一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对于他们这一次的 KVK 结果觉得满意吗？合不合理呢？还是你们觉得应该要2v2还是1v3会比较好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有一些翻译错误或者是有遗漏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